我问你一个很诚实的问题，你是不是也试过断舍离？看到别人家里干干净净，你心动了，找一个周末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。你从衣柜开始，把衣服全部拿出来堆在床上，然后你坐在那堆衣服前面，看着每一件。这件好像还可以穿，那件是女儿买的，这件还很新，那件是当年花不少钱买的。做了1个小时，你丢了多少？可能2、3件，大部分又塞回去了。你跟自己说，算了，我本来就不是那块料。不是你不会，是你的顺序搞错了。你知道断舍离3个字怎么来的吗？是日本人山下英子提出的。断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，舍是舍弃多余的事物，离是脱离对物品的执着。3个字，顺序是断、舍、离，大家就照着这个顺序做，先断，再舍，再离。结果呢，做了几十年，大部分人还是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顺序错了。真正应该做的顺序是舍、断、离。我讲一个简单的道理，你面前有一碗脏水，你想把它变成干净的水，你是先倒掉脏水，还是先加干净水？当然是先倒掉脏水。你家里就是那碗脏水，你还没倒掉脏的，就一直想断，控制自己不要买新的，那不是白忙一场吗？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一套最强攻略，按照这个顺序做，你不用靠意志力，不用咬紧牙关，家里自然会变干净。你只要跟着我一步一步来。第一步，舍，先倒掉脏水，但舍也有顺序，从最没用的开始。很多人一上来就想要丢有感情的东西，那当然丢不掉。你要从最没有心理负担的东西开始。第一，优先要舍的是垃圾。你家有没有过期的药品、发霉的酱料、坏掉的小家电、破了的碗盘、瘪掉的纸箱、囤了一大袋的塑胶袋、保特瓶？这些东西你心里其实早就知道该丢了，你只是懒，或者觉得放着又没差，但它们占着你的空间，还让你每次看到都觉得烦。今天你就做一件事，拿一个大垃圾袋在家里绕一圈，把所有你一看就知道是垃圾的东西直接装进去，拿去丢掉，不用考虑，不用纠结。清完之后，你会觉得家里突然轻了一点。第二，优先要舍的是很好但你不喜欢、用不到的东西，比如别人送的礼物，你根本不喜欢，但不好意思丢；比如买的时候很贵，但穿起来不舒服的衣服；比如瘦的时候穿的裤子，现在穿不下了，你又不打算减肥；比如那些以后可能会用到的锅子、杯子，但其实放了好几年你都没碰过。这些东西你之所以留着，是因为可惜，不是你需要，是你觉得丢了好可惜。但你想想看，你留着它们有在帮你过好日子吗？没有，它们只是在占空间，让你每次看到都心里揪一下。你可以送人、捐掉、上网便宜卖，你清掉一个，你的空间就多1分。第三，优先要舍的是数量太多的东西，这一步更难了，因为留下来的东西都是你喜欢的、常用的，但问题在于你可能有太多了。你打开厨房抽屉，里面有10几支原子笔，你真正在用的只有那2、3支。你打开衣柜，挂了一排外套，你每天穿的就那2、3件。你打开鞋柜，里面有7、8双鞋，你常穿的也就那2、3双。这时候你要做的是减量，每类东西只留下你真正会用到的数量，其他的处理掉。你可能会说，可是我都很喜欢啊。没关系，你先把最不常用的挑出来。比如你有10个杯子，你先挑出2个你最少用的，送人或收起来。过一阵子，你发现少了那2个，生活完全没影响，你就可以再挑2个。第二步，断，脏水倒掉了，再堵住进水口。当你家里已经清得差不多了，你尝到了家里干净、好整理、心情轻松的甜头，这时候你自然就会开始注意，不要再乱买东西进来了，因为你知道买一个用不到的东西回来，你以后还要花力气去丢它。断也有顺序。第一，优先要断的是明显不需要的东西，比如你明明不会做甜点，就不要买烘焙模具；你明明家里已经有3把剪刀，就不要看到特价再买1把，这些你很容易判断。第二，优先要断的是超过需求的数量，你只有1张嘴，不需要20个杯子；你只有2只脚，不需要20双鞋。你买东西的时候问自己，我真的需要这么多吗？如果不是，就不要买。第三，优先要断的是假需求。什么是假需求？就是
你本来不需要，但是看了广告，听了别人说，觉得好像不错，就想要的东西。有一个经典故事，3个卖梳子的人去找和尚推销。第一个说可以挠痒痒，和尚买了1把。第二个说可以给弟子梳头修整仪容，表示对佛的尊重，和尚买了10把。第三个说可以送给香客，让他们清醒头脑，普度众生，和尚买了1000把。3个和尚都买了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。你家里有多少东西是像这样被创造出来的需求买回来的？怎么判断假需求？很简单，把东西放购物车里，等2个礼拜。2个礼拜后，如果你还记得它，还觉得需要，再考虑买。大部分时候，2个礼拜后你就不想要了。第3步，脱离对物品的执着，也脱离对断舍离的执着。最后一步是离，这是心法最抽象，所以放在最后做。舍和断做完了，你的家里只剩下你真正需要、真正喜欢的东西。这时候你自然就脱离了被物品控制的状态，你不会再因为舍不得而留垃圾，也不会再因为万一用到而囤货。但是离还有更高的一层，脱离对断舍离本身的执着。很多人做到后来生病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太追求完美。看到网络上那些极简主义的家，白白的、空空的，像样品屋，他们觉得自己的家也要变成那样，结果不是把家里搞得很不实用，就是花大钱装潢，又买了一堆收纳盒、柜子、标签机。这不是往前走，这是倒退。你不用追求家里空无一物，你只需要做到家里没有垃圾，没有你讨厌的东西，没有多到用不完的数量就够了。你的家不是拿来拍照打卡的，是你自己住的地方。你住得舒服、轻松、好整理，就是最成功的断舍离。别人的家很空，那是别人的事。你家有老家具，有孙子的玩具，有几本你喜欢翻的书，那又怎样？那是你的生活味道。还有一点，脱离对别人的执着。很多人断舍离的时候，会想丢家人的东西，老公的旧书、小孩的玩具、长辈留下来的杂物。你觉得自己很对，但他们不同意。这时候不要硬来，你把自己管好就好。你的家里清干净了，他们看到效果，说不定自己就会跟上来。如果他们不跟，那也是他们的选择。你放宽心，阿公阿嬷，我跟你说，你不会丢东西，不是你没毅力，是你以前顺序搞错了。你从断开始，想要控制自己不买，但家里还是一团乱，你怎么可能有动力？你从舍开始，先倒掉脏水，先尝到甜头，你自然就会想继续做。今天就从第一步开始，拿一个垃圾袋，把你家里第一个看到的垃圾丢出去，不要多，1个就好。你会爱上那个感觉的。这里是专注咖啡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